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补给你。慢点儿。 都说了慢点了。英英，阿娘不在的这些时日，家里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我嫁进了杨家，嫁给了杨三郎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才……不是的，阿娘，是我自己想嫁去的。不会的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阿娘那时还在牢中，若非逼不得已，谁会在那时婚嫁？ 姨呀，阿娘对不住你，是阿娘拖累了你。阿娘，你别这样说。虽然嫁入杨家事出有因，但女儿早已心悦杨三郎。虽是阴差阳错，但女儿心甘情愿。当真？当真。之前。 我一心只想让你远离风波，而那时杨警官又麻烦缠身，我其实并不愿意将你许配给他。但是想不到，缘分使然，你还是嫁给了他。杨静兰，之前便想娶我吗？傻孩子，难道你看不出他的心思吗？他待你不好吗？好，他待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 只是，我们向来以盟友相称，不曾表明情意。我原想等他回来后，我便与他问清楚。前几日，他千里迢迢，遍体鳞伤，也要赶回来护我，与我成婚。我怎会不明了他的心意？但或许是这场婚事来得太突然。 交杂了太多东西，我无法像真正的心腹那样心安理得地去面对他。那些想问的话，想说的心意，反而变得难以启齿。阿娘替你高兴了，不急，不急啊！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，我相信有些话，即便是不说出来。 彼此也能感应到。我与他来日方长。夫人，杨警官来了，说是来拜见岳母。他怎么来了？英英，英英，矜持。他受伤了，他不能乱动。阿兄先去见见他。
你可知茵茵最喜欢吃什么？不知。那茵茵最讨厌吃什么？不知。哎呦，她最喜欢玩什么？心情难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不知。阿雄，你看看你，才一日不见便想他了。我不是想他，我是担心他身子。那还不是想他了？放心吧，你阿兄他有分寸的。来，坐这儿。茵茵，杨家高门大户，肯定规矩也多。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小性子就多收敛收敛，别总像在家里一样，整日鸡飞狗跳的。我哪有？来，这个你收着。你要是忍不住啊，就多转转念珠，想想娘的嘱咐。要是实在忍不住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好，来，阿娘给你戴上。谢谢阿娘。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就要让她有枝可依，不再独自面对风霜。你与他志趣相投，两心相应。但对于成婚不止如此。对于夫妻而言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对于情谊的损耗，半点不比风霜刀剑的少。而茵茵更是不同寻常的女子，或许更难适应。是啊，但他要栖的是我这块朽木，而不是杨家的那根高枝。待他与杨家吕诺，我们就搬出去。3餐1宿，冬夏春秋，我会陪着他，爱护他，理解他，尊重他。即便她已经嫁给了我，季莺莺，都先是季莺莺，再是我杨静兰的妻子。杨景兰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哼，这是你把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他写的。在夫人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不修武德的。来，扶我起来。你想做什么啊？你别动。初次登门，必先拜谢丈母。来，夫人，扶我起来。可是你，求求你，慢点。遵命。锅盔啊，锅盔！你瞧，我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这正这扶起来了。你闭嘴！
阿娘，哎，贤婿伤还未好，不必多礼。礼不能废。小婿杨静兰，拜见丈母。婚事仓促，未能及时向您禀明，还请丈母见谅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之前我一直担忧英英的安危，险些拆散了你们的缘分。如今你们终成眷属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以后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我们家英英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请丈母放心，只要我能陪在英英身边一日，便会护她一日，直到她……哦不，直到我倾尽此生。太子贺继父欣喜。季夫人，太子殿下贺杨督察与继娘子大喜，特送来贺礼，以庆欣喜。季家满门拜谢太子殿下恩赐。快快请起。这是我师兄帮我准备的礼物，还请丈母交纳。太子准备的也太多了。这是你夫君借着太子殿下的名义给你补聘你的。我看这回谁还敢说你们名不正言不顺？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补给你。这是我阿娘和阿兄非要给我带的，都是我日常用的小物件儿，怕我在杨家用不惯。夫人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就和我说，我去让人给你置办。哦，我不用。可以再慢一些。杨静兰，好好好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
你这三郎，这是家宴。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儿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，让他借这个机会，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，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哪这套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是我准许的，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名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你说谁呢？怎么说话呢？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啊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乌烟瘴气。你说什么？杨金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就是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确实是没什么意思，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家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意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家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
是个大家族啊！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茵茵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茵茵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，不容置疑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茵茵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。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，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。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
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啊，好酒啊！谢。真香。想得美！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嗯。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秦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
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。阿耶叫它蜀红丝，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验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竟在驿馆放了一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都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阿爷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锦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莹莹。你不能去！哎，你秀媛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家的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哥还要回家，哥还要回家。
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重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接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啊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！阿娘！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一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
啊！快跑！快，搜摊！这花甲要洗就不许别人洗，太霸道了这个。今天大两哭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英英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你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，积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印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小子，爷这个姐姐娘的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，快跑！爷，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定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变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变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
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嗯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得死！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先将就2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郭奎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花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了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吃，你个狗东西！他愿意去牢里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出去？您知道啊，
武哲，陶渊明说得好，不为武哲这样，那是五斗米。你读过书吗？6折，最多只能6折。他说6折还不够他买肉吃，他还是想去牢里。那7折，最多只能7折了。怎么说嘛？成交，劳您画押。承蒙惠顾，郭奎送客。艳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，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7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。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这臭豆腐，季莹莹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莹莹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2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2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折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季莹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季莹莹，郭辉，你，算了，郭辉，这孩子。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莹莹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……
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了，连着死了3个了。你说这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这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呢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在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？去见一个朋友。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义出来！金义出来！娘子，金义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娘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开门！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说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，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一马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伤口啊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，这胳膊这全都折了。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！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。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果然是他。
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排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也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是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贵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金小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3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2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莺莺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
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十四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十四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莺莺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、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嗯。